哈喽，大家好，我是马丁。大家好，我是在越南的老魏。我们现在在越南的胡志明市，今天马丁来胡志明了，终于和老魏见上面了。我终于见到心目中的偶像马丁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的这个生活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也知道老魏也是经历过了一段很不容易的时光，人生中的最低谷吧。最低谷了。对，你都知道这个，往后的余生了，不会再有这么困难了。这个人生就像起起伏伏嘛，现在掉到坑里了，慢慢往上爬，所以我们今后的每一步都在往上走着，这值得庆幸的事情。其实我就喜欢跟老魏在一起啊，虽然我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老魏啊，但是跟他在一起呢，我感觉非常的阳光。本来前一段时间我是有一些消极的，但是自从见到他以后，我就变得非常积极了。其实我和马丁呢，这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之前呢，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们通过很多电话，其实已经是好朋友了，是吧？在没有见的时候就已经是神交已久，是吧？说实话，我这个做自媒体啊，还要感谢老魏啊。当时其实我在做一份工作，那个时候呢工资也不高，但是养家糊口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做的很不开心。当时看到老魏在做视频，所以呢我就跟他联系了。当时老魏做这个自媒体啊，好像也不怎么样啊，也是刚开始。刚开始。但是呢跟他聊过之后啊，他就跟我说了4个字：破釜沉舟。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工作辞掉了。其实我是破罐子破摔，结果搞了6个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是我把你害了，我很内疚。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经历。对，自从做这个自媒体以来，我交到了一些新朋友，也感悟到了一些人生的，怎么说呢？也不太好说。有一些感悟吧，有了很多的感悟。这个在以前打工或者做生意的时候都没有的。做自媒体真的可以提升自我的。其实给我最大的感悟是，确实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但也增加了我生命的宽度，就是让我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我也更深的认识到了越南，也更喜欢了胡志明这座城市，所以呢，就是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老魏讲得非常好。今天来做这个视频呢，我想采访一下老魏，因为刚刚呢他采访过我了，但是呢我在埋怨他呀，这个没有时间跟我打个招呼，也没有做准备的，这个临场发挥啊，有的时候啊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所以今天现在呢我也来采访一下他，也没有让他提前做准备。我也脑子一片空白，刚刚还上了一次厕所。好了，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吧，好吧？其实我一直对老魏的生活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他在胡志明的生活。所以呢，今天我就来聊一聊这个老魏在胡志明的生活的事情。老魏来越南是已经有3年多了吧？对，我其实第一次来越南是2018年年底，一直在胡志明。一直在胡志明，我很多城市都没有去过，其实这是让我非常遗憾的地方，我应该多去一些越南的其他的城市。这个后面几乎多的是。对，对岘港我都久仰已久了。你觉得胡志明最好的，或者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其实我对胡志明的喜欢停留在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是比较肤浅的，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空气非常舒服，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晚风吹起来啊，骑着摩托车走在路上吹着晚风，那个舒爽的劲儿，真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真的非常享受，这是非常肤浅的。第二一个呢，我在越南胡志明待久了呢，就是
我觉得胡志明这边的人啊是非常友好的。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摩托车有时候摔倒了啊，会有很多人过来扶你。你遇到什么困难，真的会有人帮你。这个不光是在胡志明了，全越南都是这个。全越南都是吧？那我还没有走遍全越南，我相信如果我走过的城市越多，我对这个印象会越深。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好和帮助的，很多人是非常淳朴的，这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更深一点的层次呢，随着我对胡志明的了解的深入，那我觉得它这个文化非常多元，它有东方的元素，也有西方的元素，形成了越南独特的一个元素，包括它的建筑也有很迷人的地方，东西方结合，在全世界都是独树一帜的。我觉得对它了解的越深啊，就越喜欢它。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对越南胡志明的印象，可能我说越南胡志明很好很好，但是你没有真心的来体验、来感受、来感悟这座城市，来感悟西贡的魅力，来感悟胡志明市的魅力，你真的没有办法从我的语言里来说它究竟是哪里好。我是觉得真的挺好，你不来到，你永远无法明了。太深情款款了啊！我也觉得这个地方啊，真的值得大家过来看一看。刚才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啊，是胡志明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刚才你好像已经回答过了，对吧？对，回答过了。对，这叫润物细无声。回答过了。对，那你再用2句话把它给重复一下吧。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越南呢，真的给我印象更深的是这边的人的确实很淳朴，很真诚，他会真心的帮助你。如果你摔倒了，或者是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很多人会放下他手中的事来帮你。也曾经遇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也是来到越南胡志明，走在路上摔倒了，很多人去扶他，别人不会担心有没有人讹诈，或者是那种是吧？这个东西我以前也是经历过的，因为我骑摩托车也有摔倒过几次。我相信很多在越南的中国人都经历过这种事情。在一个地方呢有它的好，肯定也有不好的地方，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呢，要了解它的好，不好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所以呢，这就是第3个问题。你觉得在胡志明的生活啊，你觉得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其实我刚来越南胡志明的时候呢，我很不适应的。为什么不适应呢？因为大家知道越南胡志明呢是一个生活节奏非常缓慢的一个地方，包括很多越南人，他的节奏也非常缓慢，那他不像中国人这样很紧张。他有什么事情，比如我们中国人有什么事情，当天就一定要完成的，对吧？就是不然的话睡不着觉的。那对越南人来讲，那我就做这点事儿，我做完了我就不想再做了，或者说我到了咖啡时间我要喝咖啡，啤酒时间我要喝啤酒，这个雷打不动的。这种慢节奏呢，是让人又爱又恨的。那如果说有非常要紧的急的事儿呢，对我们来讲很急的事儿，那它就不紧不慢的。有时候甚至是时间观念就不是很强啊。有的人就是你比如给他约到2点钟见面，他可能2点钟还没有出发，就是在越南待久了就知道这种习惯了，所以耐心我们慢慢也是有了但是我相信随着越南就是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包括经济的发展，很多人对时间这个时间观念他会越来越有时间观念。我现在我也知道一些职场的人比如说一些销售人员一些办公室的文员，他们对时间就有这种时间观念，那可能也是以前法国文化留下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大家就是比较慵懒的生活，所以这个时间上不会这样争分夺秒，或者说按着这个
按照这个时间按部就班的进行去生活，这是我对越南的一点点刚开始不习惯的地方。但后来就是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我们如果说约了人2点钟见面，那2点半来了，我也是没问题了。在胡志明生活了3年多了，你这3年多是靠什么来做这个经济收入？其实我之前在胡志明做了点小生意，然后疫情来的时候就一直在亏损，然后一直到我把店关掉。现在呢，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生意做了，现在就做自媒体。这个自媒体赚钱吗？赚的钱够加油的，给自己加油，加油！对。好，你这个刚才也讲了啊，从来到胡志明生活一直可能不太顺做生意不太顺。对，那你可以说一下，可能整个过程都是不太好的，不太顺。但是我想了解一下，你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候你在做什么事？其实我现在就是最困难的时候了，因为现在说实话，疫情开始以后，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一直到关了店，一直长时间没有收入，其实生活过得非常拮据，那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心中有希望，而且我很享受这段就是比较人生中比较落寞的时光吧，就是一定要熬得住，坚持下去。其实我们能看到希望的，这一点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值得的。你可以介绍一下以前开店的时候这个失败的经验在哪里？也可以给这个以后来胡志明或者是来越南的想做生意或者工作的朋友有一些参考的意义。其实是这样，刚开始来越南呢，如果着急做生意的话，没有做好充足的调研，很容易就是陷入一个，因为对市场不熟悉，而导致一个被动。就像我们在中国的话，中国人做生意，他没有各种风俗的问题，没有各种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也没有语言的问题。其实语言的问题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对啊，你这些问题都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做生意，你用中国人在中国做生意的思维，来越南做生意，很可能做不好。所以就是用我自己失败的案例来给大家一个教训，就是你来到越南以后，如果真的你想做生意，想好好的做，你还是要把自己沉淀下来，就是不要着急去做你的生意，去开始你的生意你要了解一下越南的风土人情学一下越南语然后你再慢慢开始你的生意，不要着急，一定要把这个心态沉下来，一定要沉下来。你对大家想来这边生活的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来这边生活如何才能把在越南的生活过得更精彩，过得更好？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态问题了。如果说你能够沉下心来享受越南的时光的话，那越南的生活一定会多姿多彩的。如果你比较浮躁，或者说比较觉得越南有些街道很破很旧或者越南的食品口味不合你的胃口那这样的话你很难真正的享受你在越南的时光。那如果你想在胡志明生活呢，其实就看你的经济水平了。经济水平好一点的话，你在7郡或者第2郡或者平胜郡进行生活。如果你经济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可以在其他的郡进行生活如果说你因为担心语言问题，你可以在5郡、6郡、11郡这种华人比较多的地方生活，那你说普通话基本上很多人都听得懂你如果说你想去越南更多的城市呢我觉得你就像马丁经常待过的岘港或者大乐或者是芽庄都可以去生活一段时间。那我也有朋友在芽庄生活过，也有朋友在大乐生活过，包括在越南的其他的一些城市生活，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相对于胡志明来说，越南的2、3线城市呢，它的消费水平更低，然后原生态一些东西，如果你会简单的简单的烹饪的话，它那个食材也非常便宜，租房的成本也很低，就是生活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小，而且生活还是比较舒服的。和很多泰国的博主介绍的泰国，我觉得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虽然越南和泰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越南生活不输给泰国。在胡志明的生活，大概1个月需要多少钱？就是普通的生活，普通的生活。就是这个普通的生活也分为2种，一种是富豪的普通生活和平民的普通生活。如果你经济不是问题的话，那可能1个月1万美金也能够用掉。但如果说你过那种简单的1日3餐，自给自足，你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其实买菜你10几20万一天也够了，也就是一天你可能50块钱吧，50、60块钱，然后1个月就是2000块钱买菜，就够了。然后租房子的话，你可以租的稍微没有那么好一点的，也就1000多块钱吧，这样的话3、4千块钱。其实在越南的胡志明可以生活的非常非常舒适的，如果说你想就是更低一点的，可能3000块钱也是不错，也能够生活的很好。老魏讲的他们那个生活水平呢，就是跟我的印象中呢还有一些差距啊。可能我以前的生活比较奢侈一点吧，对于平民来讲，所以1个月1万美金的。我达不到1万美金，但是肯定在1000美金以上。我不知道老魏还有什么想来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如果说你想来越南生活，或者在越南投资在越南做一些投资呢，就是你要三思。反正有些东西并不像国内媒体说的那样。有些国内媒体会妖魔化越南，或者说会把越南说的就是为了商业利益吧，就是把越南的房地产吹得太虚了然后也会为了就是说为了提高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吧，就是把越南说的妖魔化越南，就是把越南说的很差都会有。但是你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眼光来看待正确的越南来感受一下真实的越南。当然如果你对越南感兴趣的话，我是觉得越南值得你来生活，来旅游，来待一段时间。我觉得越南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特别是胡志明是真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今天非常感谢老魏我也非常的高兴能够在胡志明见到老魏。老魏今天呢带我出去喝酒，然后呢不沾，然后呢也找了我呢很喜欢吃的羊肉馆，非常感谢杰哥，感谢杰哥带我们来吃也感谢杰哥呢现在就坐在我们对面，非常感谢杰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这是老魏，在越南的老魏我是Martin，我们下期再见。好，祝您生活愉快，拜拜。